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魏子渊。我们今天要讲一个热度非常高的发型，那就是 Mullet 鲻鱼头。什么是鲻鱼头呢？基本上它是最早我们可以追溯到在1970年代 ，David Bowie 这一个非常厉害的摇滚歌手呢，他剪了一个非常酷的一款发型。那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中性的一个摇滚歌手，所以他的打扮相对来说都很中性，所以他剪了一款男女都通吃的一款发型，那就是周围比较长，然后上面剪一个超级高的层次。以现在的话来说呢，可能就是一个朋克或小朋克的概念，或者是小狼尾啊，这种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。其实基本上我们要讲的就是高层次啊。那基本上这样的高层次呢，在这个时代来说呢，其实非常挑人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个就是他喜不喜欢这样的发型，然后再来就是他是不是能够驾驭这样的发型，再来就是他的五官的搭配是不是很合适。那基本上适合剪鲻鱼发型的客人，基本上就是五官非常的好看。例如说像韩国的 GD 权志龙，他就非常适合剪。那他也非常爱剪就是 Mullet 这种，不管是朋克或者是狼尾或者是鲻鱼头啊，就是非常适合啦。那最近有什么艺人很爱剪呢？例如说。一讲大家就知道，就是郭采洁。郭采洁最早出来的样貌都是包裹厚厚的，后来她剪了一个超短的发型，就被笑像是苗可丽。对，那后来她就留了鲻鱼头，就是 Mullet。那基本上她就有一点点厚度，因为其实郭采洁的脸型比较偏瘦，那基本上如果剪得太短的话，她会显她的脸会更瘦，所以她需要一点厚度。那鲻鱼头这款发型呢，基本上它有很多不同的变化，你可以做得很极端，或者是保留一些厚度。那其实非常考验发型师怎么针对脸型，或者是针对消费者的喜好去做一些微调跟改变，也或者是你可以剪一些非常柔和的鲻鱼头，就是剪得不像鲻鱼头，就像是狼尾头的这样的概念。所以其实基本上这样的一个发型。能够驾驭跟不能够驾驭，其实真的差很多。但我今天不讨论这个，我今天只要讨论就是你真的如果想要剪鲻鱼头，你会想要怎么剪？但是在讨论想要怎么剪鲻鱼头这件事情呢，我今天有一个好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，那就是如果你要剪一个鲻鱼头，我觉得造型非常重要。那我现在手上拿的呢，是我们前几集已经曝光过的，就是 Rika 的丰盈发根雾。那这一款造型品呢，就是在湿的时候可以去做使用。那为什么我今天会特别讲呢？是因为我们在剪鲻鱼头或 Mullet 这样的发型的时候，如果说你的造型品没有跟上，那还是非常塌哦。你千万不要认为剪了一个高层次，你就会变得超级蓬，其实也不一定啊。所以你还是必须要搭配适合的造型品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你在剪一些高层次的发型的时候，在湿的时候，难免还是需要做一些打底的，因为你打底完之后的发型真的比较松哦，好不好？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会用这款造型品呢，搭配我们今天鲻鱼头的剪裁，然后完成出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看的时尚发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事不宜迟，赶快进入到我们的操作画面喽。好的，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操作画面。那我们刚刚已经先抹了卷纹弹力精华，现在我们在湿的时候先抹完，抹完之后你再做分区就会比较好分区，因为它会有一些粘性。但是大家不用担心，这些粘性吹干之后都不会产生什么困扰。好，那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个分区。那既然是 Mullet， 就是鲻鱼头，那相对来说我们就是要用分区的方法来剪这个头。那各位会发现到，就是我们先把下面跟上面已经完全的分开了，有一点点类似我们之前讲的二分区，但是在这个地方有一点点不一样，是因为上下的不连接层次落差很大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想说如何透过分区柔化这些内容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如果说你侧边是分了一条平线，你的层次掉下来的时候，层次落差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大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分斜线，所以我们简单的说，我们会先分前后分区，然后先将我们的后面这个地方呢，先分出来两个尖角。那这两个尖角呢，可以帮助我们产生出多个斜线出来。这些多个斜线呢，当我们层次落下来的时候，它就会有一个融合的效果。那一样到侧面呢，一样我们分个斜线，再去接我们的刘海。
那这就是我们的二分区了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会先把下面这个地方放下来，先去设定我们的长度。那长度设定完之后，就要先把下面夹起来，我们再剪上面的层次，就那么简单。那我们就开始操作咯。好的，我们就先在后面底线这个地方先去设定我们的长度。那我们可以用点剪去创造出后面方形的效果。那为什么是方形呢？因为像这样子的一款发型来说的话，你一定要有点重量感，不能是太柔和、太薄的感觉。这样剪完的时候，已经层次这么多了，然后我们的厚薄度又这么的薄的话，其实有时候产生出来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。我们先将我们的长度先设定出来，那这个长度的厚薄度就会决定，又跟你的分区有关了。也就是说，你的这个分区越小的话，相对来说你的薄度就越薄，对吧？你看哦，像这样，头发薄度就会比较薄。那你要厚一点点的话，你的分区就可以大一点点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开始剪我们的顶部层次。在剪之前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就一定要先把下面的头发先夹起来，因为我们这是一个上下不连接，所以如果说你没有把它夹起来，你这样混到，你就会变得非常麻烦。我们现在剪上面这个层次，要剪什么层次呢？如果说你希望这种枝鱼头的感觉非常明显，那你就剪一个圆形层次，也就是均等。那因为这样剪完之后，你的上下落差就会变得非常大。但有人说我可不可以剪得比较柔和一点点，就是有点朋克，但我不希望感觉落差这么大，你就剪方形层次，因为方形层次的周围会比较长，落下来的时候它就会跟你的外线进行做融合。而且其实我们今天的是中长发，落差不会特别大，所以我们就会剪均等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从中间先去开我们的引导线。好，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想说，我这个剪完之后，它落下来的位置可能会在哪里？那一般来说，我可能会落下来的时候是在我的两侧这个地方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抓起来跟长度有一个落差，我觉得它的比例是比较好看的。好，手不要放，梳，轻轻的。那记得均等的话呢，我们的这个角度都是头皮的90，然后你尽可能不要梳到下面你已经夹起来的头发，不然的话会产生就是都把它连起来了，你就分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，对吧？那大家要记得，就是我们在剪这个顶部区这个区块的时候，有一个诀窍，这是很多人都会失误的地方，就是这个地方不要拉得太紧，一定要轻轻的梳起来，手指是扶上去就剪，你不要拉得很紧，不然都会炸开来，这要特别的小心。那我们等一下就会按照我们所剪出来的均等，一片对着一片把它剪完哦。定点放射，哦，注意下面的头发不要拿到。那我们到侧边的时候，我们一样就是定点放射完之后，就水平分线到前面去，就接到我们的引导线了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已经将我们的顶部区都已经完全剪完了，大家就会发现就是比较蓬，但你有没有发现，就是其实这个长度，如果你控制的好的话，其实基本上它还是非常柔和的。只是说，如果你剪得很短，它就会很像朋克，或者是很男生化。就是基本上，我觉得这个就是个性跟柔和的一个中间的拿捏，没有对跟错的问题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剪刘海。那我今天的刘海方法比较特别，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到，我分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三角形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会由这个中间的这个引导线去剪出我的刘海。那我等一下会以中间为基准，然后全部的头发往中间集中。那这样剪出来的头发就会变成是中间比较短，两边比较长，然后它是有层次的感觉。那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。那一样，我是剪圆形层次。OK， 圆形层次。然后呢，我们将头发呢定点放射，全部集中到中间来，也就是所谓的固定引导。那我们这么做的原因也很简单，就是因为我希望能够创造出中间短、两边长的效果，但是是有层次感的，跟一般的韩系的这种刘海的方法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。好，那就会变成中间短、两边长。
那我们等一下呢，会在发根就是上面这个不连接顶部区这个位置，先喷上丰盈发根雾。那这非常重要，就是我们等一下就把它拨干完之后，我就会直接去搓揉造型了。那我等一下在做调亮的时候，也相对来说会比较直接。OK， 你会不用猜，你会很清楚知道说烹出来的感觉，我还要调掉多少的量，就不用猜了。我觉得这样子比较简单一点点。OK， 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就会进行吹风，然后再把这个头发再做一下调亮。那我们就吹风完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咯。我们已经将头发先吹干了，接下来这就是我们吹干后的样貌。那大家很明显可以看到，就是后头部这个地方有些层次，顶部区有些层次，但是我们的周围是长的，顶部区的松度相对来说就跑出来了。那这个时候我可以透过搓揉，很清楚知道说，等一下它的头发的样貌有可能厚薄度够不够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稍微做一下调亮。首先呢，我们先需要处理的就是周围这个地方，因为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厚重啦，所以我们会把它拿出来。针对这个外围轮廓这个地方，先去做一些点剪。OK， 先做一些点剪，让它顺下去。但是如果说你觉得这个点剪还不太够的话，你当然也可以拿出来干嘛呢？做逆剪。OK， 这就是我们之前有讲过的，稍微做一下逆剪。主要目的呢，就是让这个上下的落差不要这么大。我们一样还是不连接，只是我们透过视觉差的感受，让这个上下不连接的感觉没有那么的明显。OK， 没有那么明显。好的，我们将我们的调亮调完之后呢，我们最后会抹上油，因为它的发色比较浅，所以我们会抹上这个仙人掌油，然后我们稍微挤个1下半左右。好，我们在最后呢，稍微用定型喷雾做一下固定。那基本上呢，我们会把刚刚在外线的一些头发稍微做一些层次的效果，就是让它有一点层次感，就没有那么的平。这个完美定型喷雾最有趣的地方在于说它非常轻，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留一些头发在造型的时候，你可以稍微拿起来 ，OK 放，它就会产生出一些层次的效果 ，OK。那因为我们都有用 back cutting， 就是逆剪，稍微接顺上下，所以它现在的落差就没有那么大了。OK， 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鲻鱼头，也就是所谓的 mullet 的这一款发型。那基本上就是2分区，只是我们这个分区的架构有一些不一样。如果你不喜欢层次那么多，你就把架构缩小一点点；如果你不喜欢外线太厚重，就把分区放大一点点，让层次感更明显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这种发型它有趣的地方在于说，一样的概念，它可以透过不一样的手法来呈现它。那当然我们是把头发塞耳后。那你放下来的时候，这边就可以做一些修饰的效果。那有一点点朋克，有一点点狼尾，那这就是看你怎么去解释这一款发型。一款发型它就不应该只有一个样貌，它可以有多种不同程度的样貌去形容这款发型，好不好？那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啦。最后呢，我们还是非常感谢我们的赞助商 Rika 啦。那我们这一集的所有的造型品，我们都是用 Rika 的商品。那如果你对这个商品有兴趣，那我们在下方的资讯栏都有联络方式，你可以跟当区的业务进行做联系，那他就会给你非常正确的产品观念。那其实 Rika 的产品不只有造型品，它还有好用的洗护。那我们相信在前几集已经有看到 Rika 业配的一些内容了。如果对这个商品有兴趣，记得下方的资讯栏，如果你是消费者的话，他们也有做购物的选项，好不好？这里是科学减法实验室，我是魏子渊，我们就下集见喽，拜拜。